明朝开国时期，有一位被誉为神机妙算的谋士刘伯温，他不仅辅佐朱元璋夺天下，还精通奇门遁甲，预知未来。在民间，他的传奇故事数不胜数。相传刘伯温临终之前，曾经把2个儿子叫到病榻前，交代了4件重要的事。这4件事件时应验，展现了他惊人的远见。然而更令人震惊的是，他最后留给世人的一句奇异预言，直指2025年将有圣人出山，而东方的海岛台湾恐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大变局。这究竟是无稽之谈，还是隐藏的天机？让我们一同深入探讨刘伯温的临终遗言与预言，穿越历史迷雾，寻找答案。说起中国历史上的神算军师，许多人首先想到诸葛亮，但是在民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三分天下诸葛亮，一统江山刘伯温。刘伯温原名刘基，被后世奉为与诸葛亮齐名的奇才。诸葛亮辅佐刘备于乱世中艰难求存，刘伯温则助力朱元璋推翻元朝，建立大明王朝。两人皆胸怀韬略，精通兵法，同时据说都深谙天文地理、阴阳术数，留下许多神异传说。刘伯温自幼聪慧过人，5岁能背诵周易，10岁参透易经奥妙，被称为神童。成年后他屡试高中，但仕途坎坷，因看不惯元朝末年的腐败，曾3次辞官隐居山林，就像年少时的诸葛亮那样。在元末群雄逐鹿之际，朱元璋三顾茅庐，诚邀刘伯温出山。刘伯温慧眼识英主，决定辅佐朱元璋。果然，他出山后为朱元璋制定了夺天下的谋略方针，先击败强敌陈友谅，再消灭张士诚，接着脱离小明王自立为王，步步为营，终于助朱元璋夺取天下。朱元璋称帝后，感念刘伯温的功劳，封他为成义伯。民间传说刘伯温精通奇门遁甲，曾预测风云变幻，留下许多预言诗篇，比如著名的烧饼歌。然而再聪明的谋士也难测君王之心，在明朝建立后，刘伯温却渐渐失宠，甚至遭人嫉恨暗算，结局比诸葛亮更显凄凉。明朝开国之初，朱元璋身边文臣武将众多，其中首席宰相李善长权倾朝野，他为人心胸狭隘，结党营私，对刘伯温这等清高功臣早有猜忌。此外，新任丞相胡惟庸也对刘伯温心怀怨怼。胡惟庸上任前夕，就听说刘伯温曾在皇上面前评论他对大局掌控不好，这话传入胡惟庸耳中，使他对刘伯温恨之入骨。洪武8年，刘伯温年逾70，因长期劳心劳力导致体弱多病，常卧病在床。胡惟庸见时机成熟，竟关心地亲自带着御医和几贴药来看望刘伯温。刘伯温本以为是皇上派人送药，毫不疑心服下，岂料这几服所谓良方竟是剧毒之药。他服药后腹痛如绞，中毒病情急剧恶化，仅3个月便不治身亡。刘伯温就这样抱憾离世，时年65岁。一代奇才的谢幕，让人不胜唏嘘。古语道：算尽天下事，难算自己命。刘伯温一生精通天机，却没能避开奸臣的毒手，成为历史上一大憾事。刘伯温在弥留之际，深知自己时日无多，他强撑病体，神情凝重又平静地将2个儿子刘廉、刘景叫到床前，把积压心中的担忧和盘托出。刘伯温一生忠君爱国，又饱经官场险恶，此刻他将毕生智慧化作4句临终遗言，勉励嘱咐儿子务必牢记在心。只见病榻上的刘伯温气若游丝，缓缓道出第1句：汝等须尽快交出所有书卷。他望着儿子们，语气郑重地解释道：自己精通术数奇书，皇帝早已心存一念，一旦他去世，朱元璋必定派锦衣卫前来搜查，追问他所留下的天书妙术。若儿子们敢私藏不交，皇帝疑心之下，极可能灭刘氏满门。刘伯温叮嘱儿子一定要主动献出自己留下的典籍书稿，以绝皇帝的疑虑。这番话说的刘廉、刘景连连点头。结果刘伯温一咽气，果不其然，朱元璋立刻下令锦衣卫直奔刘府查抄。所幸刘家早有准备，刘伯温珍藏多年的奇门遁甲书籍和手稿，全都恭恭敬敬地呈交给了皇帝。朱元璋见刘家毫无隐瞒，便未加罪责。
刘伯温临终交代的第一件事就这样应验了，正是他预料到皇帝心仪，提前示警，才保全了家人周全。紧接着，刘伯温艰难地吐出第二句：仪表缓成，切勿立奏。所谓仪表，指的是刘伯温写给皇帝的遗书或者奏折。他知道自己死后，胡惟庸势必从中作梗，于是嘱咐儿子，自己死后所留给皇上的书信不要立刻呈上，否则胡惟庸定会利用其中内容做文章，趁机诬害刘家。等日后情势明朗，胡惟庸权势衰减，再找适当时机交给皇上也不迟。两位儿子领命，果然刘伯温死后不久，胡惟庸就假借追念先贤之名，不停试探刘家，企图找到把柄陷害。幸亏刘氏兄弟守口如瓶，并未急着上交父亲仪表，让胡惟庸一时间抓不到明显的罪证。若非刘伯温临终防了一手，恐怕刘家当时就要被构陷入罪了。第二件事也被证明是明智之举。第三句遗言，刘伯温语重心长地说，在朝办事不可自专。他叮嘱儿子们，在朝廷为官必须处处谨慎，凡事都要先禀告上峰，不可擅作主张。他深知自己一倒，刘家失去了靠山，儿子在官场举步维艰，稍有差池就可能被政敌逮住小辫子。只有凡事小心，步步请示，才不至于被人挑出错处。刘连、刘景将父亲的话铭记在心。此后几年里，两兄弟在朝中办事低调谨慎，按照父亲教诲，从不越权僭越，成功避开了一次次明枪暗箭。胡惟庸虽处心积虑想扳倒刘家，但因捞不出刘氏兄弟的过失，只能暂时作罢。第三件叮咛可说救了兄弟俩一命。各位亲爱的伯伯、阿姨，以及所有手上持有敬老卡的长辈朋友们，请先从您的皮包里拿出那张宝贝卡片看看。您是不是一直以为这张卡只能在搭公车或搭捷运的时候毕生享受免费或半价优惠呢？如果是这样想，那您可就真的亏大了。其实您手上这张看似平凡无奇的敬老卡，暗藏着许多惊人的隐藏功能，是一张真正的省钱神卡。而且这些功能通通都是政府贴心出资买单，每个月加起来可能为您省下高达5000元以上的开销。从日常的食衣住行到休闲娱乐，各方面都能帮您大大减轻生活负担。到底这张小小的敬老卡还藏了哪些我们不知道的秘密福利呢？是不是连看医生都有补助，甚至连逛街买东西都不用自己掏钱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深入挖掘这5大隐藏功能，保证让您看完直呼原来我错过了这么多好康，现在知道真是太晚了吗？首先我们来谈谈交通出行方面的隐藏功能。过去大家申办敬老卡，最基本知道的就是搭乘公车免费或半价，但是您知道吗？敬老卡的威力远不止如此。搭捷运、搭火车、搭渡轮，甚至租借公共自行车，通通都享有优惠，而且这些费用全都由政府帮您买单。举个例子，许多县市的敬老卡每月都会自动储值一定点数给长辈使用。在台北市和新北市每月有480点，桃园市则提供800点，台中市更多达1000点，而像台东县更大方，每月足足给长辈们1500点。有了这些点数，长辈们平时搭乘大众运输就几乎可以不花自己的钱了。以捷运为例，不管是台北捷运、新北环状线，还是高雄捷运、桃园机场捷运等，各地对持敬老卡的长者本来就有票价5折或6折左右的优待，而现在多数县市更进一步，直接让您用敬老卡的点数来支付票价。像北基的长辈用敬老卡做捷运，每趟只需扣个几点，实际上等于免费搭乘。就算当月的免费点数用完，也别担心，依法65岁以上长者本来就享有捷运、公车票价半价的权益，所以您只要带着卡出门搭捷运，尽管放心避，先用政府给的点数扣抵，不够的部分再自付，也还是半价优惠，荷包依然大大省钱。那如果想跨城市旅行呢？比如您住在台北，想到外县市走走，搭台铁火车，可不可以用敬老卡？当然可以。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敬老卡不只能坐公车，连台湾铁路的区间车、区间快车或自强号都有补助优惠哦。以双北地区为例，
从2023年起，台北市的敬老卡已经扩大适用范围，只要火车上下车站有一站在北北基桃宜地区，您刷敬老卡进站就能享有每趟最高150点的补助。换句话说，北部的长辈搭火车出去玩，政府每趟帮您出最多150元。其他县市也有类似规定，例如彰化县的敬老卡补助每次搭火车30点等等。虽然各地细节不同，但原则都是希望长辈们能安心搭火车去更远的地方看风景，而且票钱大部分政府都替您出了。现在您是不是有点心动了呢？以后想到日月潭、阿里山或其他城市旅游，别忘了善加利用手中的敬老卡，让旅途省钱又开心。讲完了路上的交通，空中的缆车您体验过吗？在台北市，猫空缆车是很受欢迎的景点，不少长辈退休后也爱去山上喝茶看景。有了敬老卡，长者搭乘猫空缆车也有优待，每趟可以扣50点，等于票价几乎全免。还有台北市的双层观光巴士，持敬老卡上车绕行市区，每次也仅需扣50点。看吧，连观光游览的行程，政府都替您安排优惠了，鼓励您多出门走走。再来，说到市区代步，不得不提一提计程车的隐藏福利。许多长辈可能不知道，现在在台北、新北等地，您甚至可以拿敬老卡来做特约的敬老计程车。有些长辈腿脚不便，或买了很多菜拿不动时，叫计程车是最快的方式。但大家过去怕计程车贵，其实现在政府帮您出大部分车资。以台北市为例，只要事先预约登记敬老爱心车队的计程车，上车刷您的敬老悠游卡，一趟车资政府就先替您付了65元，等于一般市区短程车资的一大半都免了。新北市也从2025年起扩大补助额度，每趟最高可以折抵到100元左右。南部像高雄市，敬老卡搭合作的计程车则是每次补助50元到85元不等。也就是说，长辈们现在打车出门其实负担很小，短程可能几乎不用自己付钱。想象一下，下雨天提着重物，您只要打个专线叫车，几分钟后计程车来了，刷一下卡币，车资跳表，但前面一大段都政府帮您付掉了，您到家也花不了几块钱，多么方便又划算。这样的服务就是希望长辈们能安全舒适的回家，再也不用在风吹日晒下苦等公车或走远路了。除了大众交通工具，别忘了自行车也是一大乐事啊。现在许多城市有公共自行车租借系统，例如台北、新北，处处可见的 U-Bike 微笑单车。对银发族来说，骑铁马慢慢游河滨是一种享受，但以前可能担心租车费用，其实您的敬老卡在脚踏车上也是宝贝。以台北为例，长者用敬老悠游卡租借 U-Bike， 头30分钟完全免费。也就是说，如果您只想骑一小段运动筋骨，不到半小时就还车，那这趟车资由政府买单，一点都不收您钱。如果想骑久一点也没问题，超过半小时后才开始扣点，每半小时也只扣10点，相当于骑半小时只要10块钱，而且这10块钱还是从您每月的免费额度里扣的，根本不用额外掏钱，是不是很棒呢？有了这样的福利，再约几位老朋友一起骑乘免费单车出游，也成了退休生活的一大乐趣。许多长者每天早晨骑着 U-Bike 运动，看着卡片点数自动支付，心里特别踏实。原来年纪大了，连骑脚踏车锻炼身体，政府都在默默替我们出钱鼓励呢。聊完交通方面，再来看看运动健身的隐藏功能。俗话说，活到老，动到老，退休后保持规律运动才能保健身心。然而不少长辈以前可能舍不得花钱去游泳、去健身房上课，觉得那些地方门票或学费太贵，现在可千万不要再错过了，因为您的敬老卡其实就是通往运动场馆的免费门票。各县市政府这些年陆续开放长者能用敬老卡点数来支付运动中心和游泳池的费用，让银发族可以无负担的去健身。以台北市为例，每个行政区都有国民运动中心，里面的游泳池和健身房对长辈而言几乎免费，游一次泳扣50点就能畅游全场。健身房每小时扣25点一次，最多扣2小时，也就是50点，就能在器械区运动2小时，够过瘾了。如果想打桌球、羽毛球这类球类场地也可以，每人每次扣50点，就能和朋友包场打上一轮。不只是台北，像新北市、高雄市等等地区
也都提供长辈用敬老卡免费或折抵使用运动设施的福利。有的县市甚至推出月龄专案，在平日早上特定时段，65岁以上长者凭敬老卡可以直接免费进入泳池和体适能房，不扣您点数，不花您1毛钱。想象一下，每天早上和一群同龄朋友相约去游个泳，泡个水疗池，大家不但运动了身体，心情愉快，脸上还挂着笑容说，今天又是政府请我们游泳，真好。这样的日子是不是很令人向往呢？除了自行去运动，敬老卡的点数还能用在各种才艺、课程和活动上。许多运动中心或社区大学都有专为银发族开设的月龄课程，例如长青瑜伽、舞蹈、太极拳、书法绘画等等。有些县市允许长者用敬老卡点数来抵扣这些课程的学费，像台北的运动中心就提供单次银发课程每堂扣50点的补助，长辈上课等于不用付钱或只付很少。新北市则在每周特定日推出乐龄免费课程，持敬老卡的60岁以上民众可以直接报名参加，不收费。政府希望透过这些优惠，鼓励长辈们多多学习新东西，培养兴趣，不要因课程费用而却步。会打太极的阿公阿嬷更健康，学画画写字的长辈生活更多彩多姿，这背后都有敬老卡默默出力的身影啊！接下来更让人惊喜的是文化休闲娱乐方面的隐藏福利。许多长者年轻时忙于工作，退休后终于有时间可以好好充实生活，增长见闻。这时敬老卡又派上用场了。各地的公立博物馆、美术馆、风景区、休闲设施，其实很多都对长者有优惠票价，有的甚至免费。但是如果刚好需要门票，敬老卡的点数也能在不少场合抵用，让您玩乐无负担。例如台北市的士林官邸正馆，以往成人要收门票，65岁以上长者本就半票优待，而现在持敬老卡长辈还可以直接扣点进场，相当于完全不用花自己的钱参观。台北市的儿童新乐园主题游乐园也是一个例子，园内有各种游乐设施，本来要额外购买邮票，长辈带孙子去玩时往往只能看不能玩，但其实敬老卡长者自己也能玩，因为每项设施都可以用卡扣点，每个游乐设施最高扣50点就能畅玩，大人也能跟着童心大发，而且免费玩几项呢。还有像天文馆的宇宙剧场、立体剧场这些很受欢迎的节目，长者刷敬老卡看场次也能折抵票价，几十块钱的门票一下子变得很便宜，甚至不用钱。除了室内展馆，一些户外风景区、观光景点的交通接驳也对敬老卡族群很友善，例如高雄爱河的观光船、新竹的观光巡回巴士等等。长辈持敬老卡常常都享有减免优惠，有的县市甚至直接让您刷卡，免费搭乘那些平时观光客要付费的接驳车。政府就是希望各位长辈能多出门看看世界，不要老闷在家里，而让您出门玩的花费降到最低。可以说，从逛公园、看展览、听音乐会，到乘船游河、登高望远，处处都有敬老卡替您省钱的踪迹。您可能本来因为门票不便宜而打消出游念头，但现在知道卡片在手，何不重新安排那些一直想去却没去的景点呢？毕竟人生苦干几十年，现在正是享受生活的好时光，而您的敬老卡早已悄悄替您铺好了省钱的道路。谈完玩乐，再回到大家关心的医疗健康方面，老年人最怕的就是生病花钱。不过台湾的健保已经减轻大部分负担了，然而政府还想得更周到，干脆把敬老卡也运用在医疗小额费用的补助上。以台北市为例，从2025年开始，凡是本市的中低收入户、长者或领老人生活津贴的长辈，到台北市立联合医院看门诊时，可以用敬老卡点数来抵扣门诊挂号费，每次最多折抵50点。简单说，符合资格的长辈看一次门诊，原本要自付的50元挂号费，现在刷卡币一下就没了，由市府替您出这笔钱。别小看这50元，这代表什么呢？代表政府连您看医生的权利都帮您想到，不让经济因素成为长辈就医的阻碍。如果连挂号费都不用付，长辈有个头痛脑热，就更愿意及时去看诊治疗，预防小病拖成大病。除了台北之外，新北、桃园等地也有类似措施。
针对弱势长者提供挂号费或自费疫苗的补助，甚至有些县市推出长辈每年定期健康检查免费或补助的方案，确保银发族的健康。虽然这些可能不是直接透过敬老卡刷卡点数，但也是相关的老人福利，一并提醒您千万别错过。毕竟到了这个年纪，身体健康最重要，而政府愿意为长者多花1分钱，就是希望您们都能平安康健，颐养天年。说到健康，药品用品也是开销之一，这里就要曝光一项今年才刚推出的最新隐藏功能，就是生活用品与药品补助。2025年7月，新竹市成为全国首创，在药局也能使用敬老卡点数购物的县市。新竹市政府和市内多家连锁药局合作，每位敬老卡持有人每个月有100点专门可用于药局采买。长辈们拿着卡到合作药局买东西时，只要在结账时刷卡，就可以折抵最多100元金额。注意，处方药和酒类不包含在内，但一般日常用品、成药、保健品都算哦。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您每个月在药局买感冒药、维他命、血压计、电池、成人纸尿裤、营养品等等杂项时，有100元是政府帮您出的。也许有人觉得100元不多，但累积起来也是不少，而且胜在贴心。从交通、娱乐，现在连买个跌打药膏、营养奶粉都补贴您一些，让您减轻负担。这真是前所未有的创新福利。新竹市的长辈们听说后都笑开怀，不少人特地去办了敬老卡，就是为了这项好康呢。我们也期待其他县市跟进，未来在全台各地，长辈们都能拿着敬老卡到附近药局、超市，用政府提供的点数轻松带回生活必需品。那么，这位即将出山的圣人是何方神圣？会以何种面貌出现？在刘伯温流传下来的烧饼歌寓言中，倒有几句描写了未来圣人的特征。传说朱元璋曾问刘伯温，末后的道统将由何人来传？刘伯温没有直接回答，却吟了一首诗留下谜底：不相僧来不相道，头戴4两羊绒帽，真佛不在寺院内，他掌弥勒源头教。这几句话意思是，将来传道的那个人既不是出家和尚，也不是道士，他头上戴着4两重的羊毛帽子，暗指普通百姓的服饰，而非皇冠或高僧道观。真正的佛不在庙宇寺院之中，他将掌握的是弥勒佛的正宗教法。简而言之，未来的圣者既非僧道之流，也非王侯将相，出身平民，肩负着弥勒佛传法度人的使命。还有另一首寄语也相当著名：未来教主临下凡，不落宰府供官员，不在皇宫为太子，不在僧门与道院，降在寒门草堂内，画像更为清晰。这位未来的教主来到人世间时，不会出生在高官权贵家庭，也不是皇室太子，更不会出自佛门道观，而是诞生于平凡寒门，成长于草屋村野。他将以布衣之身崛起于民间。由此可见，刘伯温寓言中的圣人，不是传统概念里手握王权的帝王将相，而更像是一位身怀大志的大觉者。他可能没有显赫的背景，但拥有非常之才能和德行，能够凝聚人心，匡扶天下于危难。近年来，关于圣人出世的传说在华人世界引起不少关注，其中一个热门话题就是圣人在台湾，为什么会与台湾扯上关系呢？原来在台湾民间，各大庙宇的乩童与高僧大德们时常提及一位东方圣人或真命天子即将现身的预言。一些台湾宫庙的神明降乩诗文中直接印证了刘伯温烧饼歌的内容，暗示圣人已经降生在台湾这片土地上。譬如有民俗传闻指出，台湾某大庙的神明明示圣人就在宝岛，时机一到将出山济世。还有的预言把圣人具体指向台湾中部或北部地区，甚至说3人共守，无知姓，水满天下克我名，这样的谜语让人联想到台湾的某个姓氏或地名。有人解读3人共守是繁体字吴，暗示圣人姓吴，也有人认为吴代表东吴即台湾。虽然这些说法听来玄乎，其实背后有着社会心理因素。台湾民众处于夹缝中的局势，对未来充满不确定感，自然渴望一位能带领他们转危为安的圣者出现。因此，圣人在台湾的传言广为流传，给人们带来一丝希望。
更巧的是，刘伯温在明朝时曾下令测绘全中国地理版图，《黄鱼全览图》中清楚描绘了台湾。在那时，台湾尚未真正纳入中原王朝版图，但作为战略要地已被刘伯温关注。或许正因此，民间才附会说刘伯温早知台湾100年后的重要。种种巧合与传闻，使得2025年的台湾成了预言爱好者眼中风暴的中心。人们不禁猜测，如果圣人出世于台湾，那么他是否会在台湾首先有所行动？台湾会发生怎样的大变来呼应预言？所谓大变，可能蕴含着巨大的动荡与转折。从现实看，台湾正处于地缘政治的敏感地带。2025年前后，两岸关系和国际博弈或将进入新阶段。一种可能的大变是局势的突发变革，例如某种政治谈判、和平统一契机，甚至武力冲突的爆发，都会瞬间改变台湾的命运走向。刘伯温的预言充满隐喻，我们无法确知他所指的究竟是哪种变局。但如果联系架桥迎新主这句，也许可以推想，有朝一日海峡两岸出现了契机，搭起和平之桥，迎接一位全新的领袖出现，使长久纷扰终告平息。那位领袖未必是现有任何一方的掌权者，而可能正是预言中的圣人。当然，这种说法比较理想化，也带有希望的色彩。另一种大变则可能是严酷的挑战，例如台湾遭逢重大天灾，如超级地震、火山或台风、海啸等，亦或因国际冲突而陷入战火，那将是台湾历史上前所未见的巨变与考验。但按照预言逻辑，往往是先乱后治，只有经历苦难洗礼，圣人救世的戏码才会登场。因此大变局也许不可避免地带有混乱与阵痛。无论如何，预言终究只是预言，我们身处其中，最关心的是，真的有圣人会在2025年出现吗？如果有，他将以怎样的方式展现在世人面前？是如古代圣君那般推翻旧政权，号令天下，还是以宗教精神领袖的姿态感化人心，亦或兼而有之？在历史上，每当乱世降临，人们常常渴望明君或真主拯救，但是现代社会与古代大不相同，救世者未必要坐拥皇位，也可能是一种新的思想、新的信仰，引领人类走出思想的死局。刘伯温的预言给了我们许多遐想的空间。近代也有诸多中外预言印证着类似的理念，东方将出大圣人。例如，法国预言家诺查丹马斯预言21世纪中叶，世界将经历战争瘟疫后迎来新纪元。印度圣者预言，世界教师将现身东方。美国预言家珍妮·迪克逊曾在20世纪预言过一位东方男子将成为改变世界宗教格局的伟大灵性领袖。这一切都耐人寻味地指向同一个时间窗口。同时，也许我们应该保持一份理性，预言终归带有神秘色彩，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但也不可盲从。无论圣人是否会按时降临，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预言背后传达的警示和箴言。刘伯温用充满隐喻的文字告诫后人，在灾劫来临之时，人心的善恶将决定命运的走向。这或许才是预言中真正的天机。就像他嘱咐儿子们的那4句遗言，看似在保全刘家，其实每一句都蕴含着对人性的洞察和对时局的冷眼。在滔天巨浪前，真正的聪明人懂得退一步，弃一分，以保全更多。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我们或许无法改变宏观走势，但至少可以从自身做起，多行善积德，让自己和身边的人在风雨中多一分平安的机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这也是中国古老寓言与智慧的一贯主题。刘伯温临终交代4件事的故事，展示了他作为一代谋臣的远见卓识与无奈悲情，而他预言龙蛇年大劫和圣人出世的传说，则让我们穿越时空，感受到古人对未来的洞悉与担忧。在历史与传说的交织中，我们仿佛看到刘伯温含笑伫立，凝视着几百年后风云变幻的世界。他预见了权力场的险恶，所以劝子远离朝堂。他似乎也预见了人类将遭逢的浩劫，所以留下碑文示警示人。如果这一切真是出自刘伯温之手，那么他的智慧与洞察力未免也太令人惊叹了。但若这些预言只是后人附会杜撰，
那更说明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确风高浪急，才会激起如此多对圣人与大节的讨论。无论预言真假，有几点是确定的。首先，人类社会周期性的经历动荡和挑战，每一次大乱之后往往孕育着新的秩序。其次，人心向善往往能转危为安，逢凶化吉，这是千古不变的真理。最后，希望的火种永远存在，越是黑暗的时刻，人们越渴望光明与拯救。2025年转眼即至，我们正置身刘伯温口中的龙蛇之年，也许没有惊天动地的巨变，也许已有钱流在暗中涌动。我们不妨抱着一颗警醒之心来面对这个多事之秋，同时怀揣一份希望，希望所谓的灾难能被人类的智慧与善良化解，希望真正的圣人其实蕴藏在芸芸众生的善念之中。待到暴风雨过去，我们终将迎来属于全人类的彩虹。正如预言所言，若得过了大劫年，才算世间不老仙。但愿你我都能成为这场历史考验的见证者和幸存者，共同笑迎未来的新天地。最后，也让我们记住刘伯温碑文中的一句肺腑良言：行善者可保全，作恶者难逃。无论预言是否成真，这都是先贤给我们最宝贵的启示，让我们以史为鉴，坚守善念，静待风云变幻下的黎明曙光。